就是看了这部电影，让我成功追到了暗恋多年的女神。卡尔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但他编造的谎言却看哭了120万观众。一个美丽的姑娘忽然从钟楼上掉了下来，卡尔赶紧上前接住。Buongiorno, principessa。得知女孩被黄蜂蛰伤，他毫不犹豫地用嘴吸毒。女孩是当地有名的富家千金，还在贵族学校当老师，而卡尔却是连工作都没有的穷小子。但他的幽默风趣却让安妮牢牢地记在心里。为了顺利追上女神，卡尔决定开书店挣钱。可就因为他是个犹太人，便被政务官百般刁难。他靠在窗边发牢骚，却不小心将花盆推了下去。政务官刚好经过，卡尔赶紧跑来道歉，将鸡蛋放到帽子里，腾出手帮他拍土，但得到的却是一顿指责。No, ci sono le uova。卡尔撒腿就跑，慌乱之中撞倒了一个女生，却没想到竟然是女神安妮。Buongiorno, principessa。看着落荒而逃的男人，安妮眼神中泛起莫名的情愫。而现实中，男主也因这部电影与女主结缘，两人成功步入了婚姻。卡尔到酒店当服务员，意外结识了一位喜欢玩猜谜的医生。他的聪明与机智让医生刮目相看。一位督察来酒店吃饭，卡尔听说他要去安妮任教的学校视察，为了再次见女神一面，他偷偷拿走了督察的彩带，随后假冒督察来到学校。Buongiorno, principessa。他用风趣幽默的演讲方式，成功逗笑了一旁的安妮。物质上卡尔一无所有，好在他的灵魂足够有趣，缘分就是如此巧妙。几天后，他在剧院门口再次遇到了安妮。此时天降大雨，卡尔赶紧和朋友借了车，假冒司机送安妮回去。Buongiorno, principessa。可朋友的车实在不给力，车顶忽然独自远航，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卡尔灵机一动，用方向盘和坐垫为安妮私人定制了一把雨伞。看着安妮穿高跟鞋走路滑，他赶紧从车上拿出红地毯，从阶梯滚下，成功化狼狈为浪漫。安妮第一次向卡尔敞开心扉，他说曾经的他乐观开朗，但自从最爱他的父亲去世后，他便不再相信任何人，除非有一把钥匙能重新打开他的心扉。Maria, la chiave。È questa？ 安妮瞬间惊呆了，这并不是什么魔术，而是卡尔无意间发现，只要租客一喊房东名字，房东就会直接扔下钥匙。一次次偶遇让卡尔对追上安妮充满信心。可政务官要在酒店举办婚礼，而新娘居然就是安妮。纵然很不愿意，但为了家族的利益，他只能默默忍受。看着心爱的女神要另嫁他人，卡尔立刻慌了神。但他没有就此放弃，而是在蛋糕上写下暗语：早安我的公主。灰暗的眼神忽然有了光彩，安妮心中满怀期待。卡尔故意打翻餐盘，安妮心领神会，赶紧钻进桌子里。要带走新娘并不容易，但这难不倒聪明的卡尔。他骑着一匹通体绿马来到餐厅，谎称这是酒店提供的游戏，然后在一片掌声中光明正大地带着安妮远去，直到彻底没了身影，政务官才反应过来。时光匆匆而过，两人有了爱情的结晶，一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一场针对犹太人的变故悄然来临。儿子5岁生日那天，父子俩被抓了起来，车上全是满心绝望的犹太人。但为了不让儿子害怕，卡尔谎称这是一次有趣的旅行，他们全都要被送到集中营。安妮不是犹太人，所以可以相安无事，但她不愿独活，决心要和他们一同前去。能再次看到妈妈，儿子很是开心，可卡尔却满眼忧愁。他们很快被送到了集中营。为了让儿子继续保持乐观的心情，卡尔说所有人都在玩一场有趣的游戏，只要最终能获得1000份，就能得到一辆威武的坦克。儿子深信不疑，心中满是期待。军官要找个会说德语的人翻译规则。卡尔明明不会德语，但为了不被儿子识破谎言，他自告奋勇地走上前去，将军官所说规则全部翻译成游戏说明。Comincia il gioco. Chi c'è? Chi non c'è non c'è. Jeder versuchte Sabotage wird mit dem sofortigen Tode bestraft. Die Hinrichtungen finden auf dem Hof durch Schüsse in den Rücken statt. Ogni giorno vi daremo la classifica generale da quell'altoparlante là. All'ultimo classificato verrà attaccato un cartello con su scritto Asino qui sulla schiena. 儿子激动地捂住了嘴。为了赢游戏，他接下来听得很认真。1000 punti. Te l'avevo detto, ci si diverte. 可谎言毕竟是谎言，等待卡尔的只有无尽的折磨。哪怕全身伤痛让他路都走不稳，却需要满脸笑容地面对儿子。他说每次干活都是在赚积分，很快就能给他赢得大坦克。身处地狱的他，在拼尽全力地维护着儿子美好的幻想。而与此同时，安妮也正在体验地狱般的经历。老弱病残会直接被送到焚化炉，安妮负责清理他们的衣服。她每次都提心吊胆，生怕看到卡尔父子俩的衣物。
一只小猫在上面攀爬呼叫，似乎里面有它主人的气息。卡尔带儿子溜进了广播室，用熟悉的问候向妻子报平安。Buongiorno, principessa! Stanotte t'ho sognata tutta la notte. Non penso che a te, principessa. Penso sempre a te. E ora... Siamo in setta, quanti punti abbiamo oggi, papà? Via, corri, qui dietro, c'è quelli cattivi che urlano, andiamo. Dove? Di qua, vieni. Oh, vieni, dove? 多日来的担惊受怕与艰辛折磨，仿佛在这一刻烟消云散。能再次听到熟悉的声音，知道他们还活着，他便放心了。体检时，卡尔惊讶地发现，德军医生竟然是之前喜欢猜谜的那个。他小心翼翼地套近乎，医生给他安排了餐厅服务生的工作。看着军官的儿子在无忧无虑地玩耍，为了能让自己儿子坚信这是场游戏，他赶紧带儿子偷溜出宿舍。Babbo, c'è! Com'era? È biondo? Sì. Allora è lui, si chiama Svans, ma poi troverò anche gli altri. Quanti ce n'è? Un vespaio è pieno così, sono tutti nascosti. 两人正准备返回宿舍，却被德军女佣发现了。危急时刻，卡尔让儿子假扮哑巴，女佣果然以为他是哪个军官的孩子，立马带他回去享受晚餐。可儿子太有礼貌了，竟下意识地对服务员用意大利语说了谢谢，身份暴露了。看着服务员快步前去告密，卡尔焦急万分，他绝不能让儿子出事。眼下到底该怎么办？当服务生带着军官赶来时，眼前的一幕让他吃惊。只见所有孩子都在跟着卡尔学意大利语。军官虽然严厉斥责了卡尔，但却并未怀疑儿子的身份。他用聪明才智化解了危机。宴会上，卡尔将唱片机对准窗外，播放安妮最喜欢的音乐。悠扬的音乐划过烟雾，传入安妮耳中，牵引着她一步步来到窗前，深深凝望对面。他知道那里一定站着他最心爱的男人。卡尔面带微笑地站在窗边，歌声化作两人传达爱意的媒介，眼中那晶莹闪烁的泪花，每一滴都充斥着浓郁的思念。卡尔抱着熟睡的儿子回宿舍，烟雾之后是堆积如山的尸体，那景象比地狱还要恐怖，但这也预示着战争要结束了。可恶的内粹正在进行大清洗，是要杀掉所有犹太人。为了让儿子挺过最后一关，他撒谎说只要躲在这个柜子里不出声，他们就能凑够1000份，第二天就会得到一辆大坦克。安顿好儿子，卡尔赶紧蒙着头去找安妮，可安妮仿佛彻底失去了踪影，他只能一遍遍低声呼喊她的名字。C'è una che si chiama Dora. 眼看车要越开越快，他知道这些人都要被杀死，焦急地提醒他们逃跑。女军官发现了他，赶紧下令抓捕。卡尔虽奋力逃命，但最终还是被发现了。在走向处决地的途中，正好路过儿子藏身之地。为了不让儿子担心，卡尔编造了此生最后一个精美的谎言。他迈着搞笑的步伐大步前进，让儿子误以为是在做游戏，脸上那时刻洋溢的笑容，是他对儿子最后的宠爱。最后看了一眼儿子，卡尔被用枪指着走入废墟。一阵枪响过后，他再也没能走出废墟。翌日清晨，德军消失得无影无踪，儿子从柜子里缓缓走出，迎接他的是一辆货真价实的坦克。回家途中，儿子遇到了还活着的安妮，他兴奋地扑入安妮怀里，宣示着游戏的胜利。一次次美丽的邂逅，成功打开了安妮尘封的心房，但却打不开奴役的枷锁。他骑马带她逃离了包办婚姻的羁绊，明明身处地狱，他却用一次次笑脸，为孩子铸造了一片阳光灿烂的天堂，最终以生命为代价，给妻儿打造了一段美丽人生。明明没有歇斯底里的镜头，但每次看完影片，眼角总是悄然湿润。我感动于影片中男主对妻儿那浓郁的爱，也痛恨着惨无人道的战争。愿这世间再无战火与灾难，愿每个人都能对生命保有永远的热情，乐观的面对世界，温柔的拥抱自己以及身边的人。好了，这里是野人电影，喜欢的关个注，谢谢。